哈，大家好。刚刚那个冷笑是因为我是不是说我在老马，它就是有点好像供油过浓的感觉，然后我清了空气流量计跟含氧感知器，结果症状是感觉了好像是有好那么一点点，但是还是发生。那所以今天按照抓毛病的方式，车辆故障抓毛病都是这样子，一个一个慢慢找啦。除非你可以很明确的就知道它是什么引起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节气门跟怠速马达。那节气门跟怠速马达这种东西，现在新型的电子式节气门原理是都一样啊，但是电子式节气门在清洗的话，它有其他的需注意的步骤。要插电脑去归零，你要用整段电脑去送讯号给电子节气门，它做各个角度不同开度的匹配跟调整。那清洗的话，如果你是拆下来，只是要洗后面的话，那应该是不用。那如果你是要从前面的话，我看保养厂他们都是有的啦，都是直接软管拆掉，然后电脑开启，然后去模拟那个里面那个簧片的开启，然后就喷清洗剂下去。我还是说真的了，我还是不建议怠速马达在车上洗。那像马自达、伊萨姆、Tierra这些车在拆的话，就是那个空气滤清盒软管，这个要先拔掉。然后这个很简单，就一些像这个束环啊，然后十字的螺丝，这个都要拔掉。然后我是建议连空滤盒拔掉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管子多半都硬化。我一度有怀疑我的车这个软管有裂掉，我是有裂掉，但是我里面有补过，我补得很好，所以都没有偷吸气的状况。好，那拆卸的话，我这边就省略掉，稍等一下。然后像拔软管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些插头啊，管路是固定在后面这个橡胶扣，这个要记得拔掉，你不要硬拉哦，不要把它扯坏了。好，这样就下来了。我当初就是列在下面，然后我里面是有包一层那个好像是美国就台湾有在卖，他们都说那是大力胶带那种东西。我里面是先包一层那个，然后再包那个等灰布。好，这个就下来了。然后目前观察，里面是有点脏，有点反油气的感觉。那稍等，我再继续下一动。然后当软管拆掉以后，可以先看一下这边，我手电筒照的那边，它那边有一支水管，跟这边有一支，这两支水管要记得先拆掉。然后你要拆之前，那一颗后面这一个，那个是怠速马达的插头，那个也要拆掉。然后油门线也要拆掉，大概就是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一个手电筒照的这一个，它是那个节气门感知器。那大概就是这几样要先，反正在拆的时候你就要记得，你要拆的物件的周边一定要先看一下，有哪些是固定在上面，就要先进行它的移除，要不然很有可能会扯坏东西。然后目前我看了一下节气门里面，它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因为我的那个废油回收罐，我不是这台车一回来就装，
我的废油回收罐其实我装了差不多也才，不到1年吧，好像不到1年。然后我这台车买了好像3年多了，跟着我3年多了。那其实我有一度怀疑是我的那个，因为我之前不是装这一颗，我之前还有一颗更大的，不是影片拍的那个，我拿那个是我用白铁的，然后那个很轻，但是比较大颗。我本来是塞在这边，但是因为太大颗，我就把它舍弃掉，而且那一颗也没办法做开启啊漏油的动作，可以啊，很麻烦而已。所以那颗最后我是舍弃掉。好，那我就先继续下一栋。然后像这种水管，它旁边有扣那个束环嘛，类似这一种。假设这是水管，然后束环扣在上面，你就拿尖嘴钳两边夹住以后，夹着慢慢摇，慢慢摇，把它摇离开它比较凸的地方，因为它比较凸的地方就是表示它的管头是插到这边。你把它摇离开以后，夹着慢慢摇。如果真的很紧，你可以在夹的后面这边拿个1字螺丝刀顶着它，稍微摇，稍微压，稍微摇，稍微压。压下来以后，要整个脱离，要不然这个多半都卡得很紧，因为毕竟这是水道的东西，那个是水道的东西，而且水长期在里面跑，它那支铁管有的都会生锈，会跟这个咬在一起。所以如果咬在一起的话，我是建议一样也是拿钳子，拿尖嘴钳啊、鹤嘴钳都可以。你要轻轻夹哦，有扣住软管就好。扣住，然后轻轻摇一下，摇一下，让那些生锈的东西稍微脱离一点，它就会比较好分开。你不要夹太大力，因为那个铁水管有的已经锈到很薄，如果你夹太大力，可能就里面会直接破掉或断掉。再来就是油门线跟插头，油门线就把节气门打开，然后我这个实地做给你们看好了，像这样子哦。节气门打开以后，油门线是不是就松了？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扣，就这样拿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它这边有个扣，你把线头转到有个缺口这边就可以推出来了。再来就是4颗螺丝，然后下雨了，我先暂停一下。好了，雨终于停了。然后我赶快拆一拆，要不然等下又来不及，等下迟到又好玩了。那就是拆它之前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要注意就周边的东西确定都有拆除以后，我们再来做主体的拆卸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稍微检查一下。好，确定所有插头、管线、一些油门线都拆除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拆除主体。因为基本上可能每台车螺丝不一样啊，像我刚刚忘记介绍需要准备的工具，12号的套筒，尖嘴钳1把，然后10字螺丝刀1把。可能头要稍微，你们要选大头的会比较好操作啦，比较不会滑掉。那因为这个雨我不知道会不会再下，所以我一样，其实拆卸过程没有什么东西。那我会争取时间，我还是就先省略一下。然后像套筒这种在使用也是，几轮扳手这种在使用。你尽量不要单手操作啊，你一定要去扶着这个头，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呈现90度，有点缺斜的话，你可能会把螺丝顶到滑牙都有可能，所以要小心。其实工具真的都很方便，只是要懂得怎么去拿去使用它的一些诀窍，然后在下螺丝的时候小心不要让它掉了，要不然如果掉的话。如果掉到那种很奇妙的位置，可能你会很难捡。
它上面2颗是螺母，下面2颗好像都是螺丝。然后因为它里面这边有垫片，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是新车还是中古车啦，下面2颗都是螺丝堆。然后因为里面这个有垫片，不要贸然的去，可能会比较紧，然后你不要贸然的拿东西下去硬敲。因为我有接地线，所以我接地线也是要先移开。然后可能拿那个软的东西，这样就下来了。因为这个很久以前，我记得我车子刚买回来的时候，我有拆卸过一次，然后就轻轻的摇，把它摇下来就好，有漏油，感觉也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。有没有那个垫片分离了？好，这样子就拿下来了。因为里面的管路这边是跑水的，你看像这个都生锈的，这个等一下也是要稍微做一下处理。然后所以在拿下的时候要小心，你不要水去滴到了周边一些插头啊，或者旁边的一些管路，造成它可能接触不良或导电。好像有点在漏油，不知道从哪里漏出来的。当然，我目前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装废油回收罐之前，我也走过错误的路啦，管路不对啊，导致车子开起来闷闷的，这个我有经历过，所以我在装那个废油器回收罐的时候，我都有稍微提到一些重点。可能你们有要装的朋友，可能要去那边看一下。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好了。然后像拆下来的螺丝，如果没有马上要装回去，我还是都习惯把它锁回去，避免找不到啊，或者掉了啊。像我之前有时候在修东西，像这个有长短哦。长的在外面，短的在里面。像我有时候在修车，可能可能去上个厕所啊，或拿个东西回来，结果旁边有人走过去，这个好像都有点松。这个到时候像这个螺柱松掉的锁法，我到时候再跟各位讲该怎么锁。就可能我去拿个东西呀，然后可能旁边有人走过去，踢到干嘛？螺丝不见，到最后也是找了好久。目前这样看起来，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得很清楚，里面是还算干净。里面有点积碳，有点碳，那个油的迹象。这样子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应该算干净啦。尤其里面内部这边，这个洞有没有？这个洞，这个洞就是刹车辅助真空管，它吸气的地方，车发动才会有刹车，就是靠这一根。好啦，因为我上班的时间比较赶，然后我下班回来。都天黑了啦，然后我们乡下蚊子非常多，所以我根本晚上没办法做操作，可能清洗的部分可能就要再另外做一片，要不然假日我可能还要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，可能修车时间会比较少，只能找这种空档的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赶快弄一弄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铁线门的拆卸跟一些注意事项、一些诀窍就先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